梁山好汉中，谁可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？在梁山108将对外征战的历程中，史文恭堪称他们所遭遇的最为强劲的敌手。他武艺之高，一条朱茵杖二枪神出鬼没，曾20回合左右便杀得霹雳火秦明力切败打，后又快马赶上一枪戳在秦明的大腿骨上，秦明倒跌下马，幸好有吕方、郭盛、马宁、邓飞4将拼死来救，才得以脱身。从实力表现上来看，史文恭已经明显高出了秦明一头，两人若再次交手，最多30回合，秦明就会被斩。短短30回合便能干掉战斗最猛烈的梁山虎将，史文恭武力水平之高令人惊叹。那么整个梁山坡，谁可与其有一战之力呢？除了公孙胜和樊瑞这2个玩法术的8个，梁山上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且能够在他枪下全身而退的不超过5个。论马上本领，这5个人也都是一等一的。第一个就是玉麒麟卢俊义。卢俊义作为水浒战力天花板，不仅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，打败他更不成问题。在一些民间故事和衍生文学中，2人被设定为师兄弟，他们的师傅是陕西大侠铁地党周董。智深呐，我有3个徒弟，一个叫玉麒麟卢俊义，在河北；一个在东京，叫豹子头林冲，是个80万禁军的教头；还有一个叫史文恭，在山东曾头市当头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卢俊义武艺高于史文恭是没有争议的，只是影视剧和水浒小说原著稍有差别。在原著中，史文恭疲于逃命，再加之晁盖显灵，导致战力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，被卢俊义一刀槊下了马。但在央版水浒中，史文恭是什么状态就不清楚，反正卢俊义用了3招，先是拦下冷箭，然后敲到他头盔，最后戳他马鞍，动作干净利索，堪称碾压。而新水浒中，卢俊义则是与史文恭酣战良久，双方极限拉长，打得难解难分，但最后卢俊义占据了上风，并凭借1寸长1寸强的原理将其拿下。若2人宫廷单挑都处于满状态，我觉得卢俊义对战史文恭也大概率会是新水中这种场面，交战至上百回合都是有可能的。第2个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的是莫羽见张青。张青是梁山马军8票骑之一，他的武艺水平并不出众，书中明确提到张青枪法慢了些。那么这里为何还说他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？主要是在于他那一手飞石绝技，他的飞石百发百中，堪称无敌，曾连续击败关胜、呼延灼、杨志等梁山15名武将，当时卢俊义也在场。然而看到张青用飞石打将的景象，却束手无策，不敢上阵与之交锋。同样的，如果让张青对战史文恭，史文恭也奈何不了他的飞石，可能在刚交手的前几个回合中，史文恭会呈现力压态势，打得张青抵挡不住。但以张青的智慧，是不会跟史文恭硬拼的，交手个2、3下，他就会拉开战斗距离，引诱史文恭来追，然后掏出飞石应对。史文恭虽然马快，但飞石的攻击速度更快，而且张青飞石打人从来就没有失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史文恭只会被飞来的石子打得鼻青脸肿，直至失去招架之力，最终跌落马下。第3个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的是小李广花荣。花荣是梁山马军8票骑之首，他武艺高强，剑术出众，人称小李广。霹雳火秦明曾与他交手，打了50回合不分胜负，随后花荣卖个破绽，拨马而走。秦明大怒，舞着狼牙棒在后面追，正追之时，花荣手起一箭，射在秦明的盔缨上。原文中还再次写道，却似报个信与他。秦明吃了一惊，不敢再追。也就是说，花荣这一箭是在提醒秦明别再追了，否则第2箭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从这一战中可以看出，花荣在纯武力比拼上与秦明不相上下，但最终可以凭借剑术取胜。若让他对战史文恭，可能会像秦明那样，最多坚持个20回合就抵挡不住。但史文恭想要快马赶上花荣，并对花荣造成伤害是不大可能的，因为花荣会在败退之时施展弓箭，倒逼史文恭退下。要知道花荣放箭也是从来没有失过手，连卢俊义都差点被他射死。许多武艺上不输花荣的一流顶尖高手，却也都成了他的剑下之鬼，如大辽猛将琼瑶奈言，方腊4大元帅之一的邓元子。以史文恭的武艺水平，最多能躲掉花荣一箭，第2箭就会对他构成生命威胁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史文恭忌惮其剑术不敢再追，而花荣这边也逃回本阵。所以这里可以说，花荣在武力上比不上史文恭，但足可凭借剑术自保。第4个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的是豹子头林冲。这里说林冲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，也不是说他能够与史文恭战成平手，而是说他与史文恭交手不会受伤。纵观林冲在书中的武力展现，他的武艺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，其枪法水平也是一流的。若对战史文恭会很有看头。50回合之内，林冲凭借稳重的打法应该不会落入下风，但50回合之后就难说了，林冲可能会落败。毕竟史文恭的神枪兼具速度与力量，他能20回合让秦明力切败走，林冲就做不到，因为五虎将之间差距不大。秦明曾与呼延灼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负，而林冲对战呼延灼也是战到50回合不分高下，可见他们几个的实力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，只是每个人的武力表现有所差异。水浒传中有一个单挑规矩，若2个武将在阵前交手50回合平手，那么就基本说明2人实力差距不大。这个时候两边的统帅也都看累了，
要么是一方鸣金收兵，直接叫停战斗，要么是一方有武将支援，上去干扰战斗。比如征讨方腊时，鲁智深对战邓元觉就是如此，两人打了50回合，武松心中憋躁，舞着双戒刀上前助战，邓元觉自知打不过2个就退下。按照《水浒传》作者的写作风格，若安排林冲和史文恭这2个用枪高手交战，也极有可能是以上这2种结果。两人战到50回合时，梁山这边会有人冲上来帮林冲，史文恭觉得自己以1抵2吃亏就会退下。或者是宋江鸣金收兵，林冲听到鸣金后拨马回阵，史文恭这边也回本阵。这里有人可能会问，史文恭不会像追秦明那样追林冲吗？大概率是不会的，因为整整打了50回合，林冲都没有露出破绽，这会让史文恭难以推测到林冲的真实战力，所以当林冲退下时，他也不会去追他，除非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，史文恭才会追着林冲打。总的来说，林冲是具备与史文恭一战的硬实力的，其表现肯定会比秦明好。最后一个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的是大刀关胜。关胜的青龙偃月刀势大力沉，短时间内或许可对史文恭形成压力，但长时间战斗下来，史文恭就会凭借凌厉的枪法占据住上风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两人真的交起手来，也最多可能会是战到50-60回合。50-60回合若不分胜负，那双方也不会再打了。以上便是与史文恭有一战之力的5个梁山武将，除了他们5位，如果大家觉得还有谁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补充。